有缘人。在现代社会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以佛教为信仰，寻求精神的满足。佛教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有着深刻的阐述，其中强调了一些作为修行者必备的品德特征。这些品质不仅是佛教修行中的必修功课，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成为更好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。不同的人见到佛像都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，有的人欢喜，有的人讨厌，甚至会害怕，这就是各自的缘不同。心中有佛的人看到佛像自然欢喜，也是佛缘深厚的人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万法唯心造。佛是心灵打造的幻象，是否佛缘深厚，唯有此心可见。任何事情都是因缘聚合之物，故此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，定然会具有某种缘分。俗话说得好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佛法也是一样，佛法教人智慧，教人觉悟，修造正因，收获正果，与人幸福。不过有人就是不感兴趣，或者因为难以持戒守律，或者心沉叠叠，躁动不安。那么什么样的人定然能够与佛法有缘呢？哪些有缘人定能成就佛法呢？佛门有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。在许多不明佛理的人看来，此话虽然听起来有点道理，但却与佛家的慈悲为怀相互矛盾。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？举例来说明，夜间月亮升起，映彻江河湖海，但是假如地上没有水，反而是一片干涸荒地，月影就不可能显现。同样的道理，诸佛的慈悲如同圆月，也不能照亮品性愚劣、毫无恭敬心的人。就如佛记中所言，天域虽宽，难润无根之草；佛门虽广，不度无缘之人。虽然佛陀曾说过，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但又因为众生业力有别，业障中的人是难以闻到佛法的。即使你有意去度他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话。因缘不到，福报不够，没有智慧的人暂时与佛无缘。生活当中与佛有缘之人都有哪些特征呢？是心中有正知正念正觉的人。佛法是智慧，不是迷信。迷信的人反而离佛最远。真正与佛有缘的人，不是那些只知道烧香磕头的愚痴之人，也不一定是那些天天守在佛菩萨像前的人，而是内心善良慈悲清净智慧，能够以实际行动践行菩萨道的人。这样的人即使不信佛，但却佛性自现，善根深厚，是佛缘深厚之人。佛在心中，莫向外求；佛在灵山，莫远求。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座灵山塔，
好像灵山塔下修，内心善良的人时时有敬畏。佛无处不在，自得感应道交。一个人可以不信佛，但一定要有佛性；可以不信佛，但一定要相信因果。与佛有缘的人身上有这5大特质：一、善良厚道，乐善好施。佛家里6种修行的法门，其中之一就是布施。人要懂得舍，有舍才会有得。自私自利、爱占便宜的人难得大贵。布施犹如菩萨6度行舟之舵手，引领着慈悲的航向，以财施之舟，法施之帆，无畏施之桨，共同驶向摄化众生的浩瀚心海。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因果循环，你善待他人，才会有人善待你。3宝门中福好修，一文喜摄万文收。善良厚道的人，福气不会差。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福气就来自人的善念善行中。宽宥他人，就是成就自己。越是刻薄狭隘，福气也就薄了。凡事少些计较，多些包容，多去利益他人，就是行菩萨道。2、孝顺父母，懂得感恩。学佛不是向外看，而是要向内修，关照自己的念头和行为，让一切发心充满善意。学佛不是让我们成为异类，而是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简单，心中有爱。比如孝顺，佛家非常重视孝道，在家孝父母，何必远烧香？其实父母就是在施佛，恭敬孝顺好自己的父母，就是对3宝最深的敬意，功德无比殊胜。3、内心清净，心无挂碍。佛说一切法，唯夺一切心。若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？不论我们是诵多少经也好，念多少佛号也好，归根结底是来修自己的心的。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人的心转了，念头转了，命运就截然不同。起心动念皆是因，当下所受皆是果。人有什么样的念头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，自然会感召相应的果报。再厉害的算命先生也算不出修行人的命运，因为修行人会转念头。内心清净的人，即使身处地狱苦海，也能转变境界，心中升起极乐净土。修行修心，不生嗔怨，心无挂碍，一切随缘，烦恼全无，解脱自在。4、谦卑低调，不傲慢。真正有修行的人，必是谦卑温和、不卑不亢之人。我们都知道，佛家里常常有双手合十这个手势，这个手势其实就是在告诫众生要心怀敬畏，恭敬万物。做人不要狂妄自大，越是傲慢的人，越一生灾祸，福报走得越快。佛菩萨尚且低眉垂目，
何况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。5. 善护口业，言语吉祥，祸从口出，言多必失。佛家常说人有3业，分别是身业、意业、口业。其中这个口业很多人不在乎，肆意妄言，殊不知很多福报都被自己的嘴消耗完了。人的嘴是福祸之门，可以耐福，也可以招灾引祸。管不住自己的嘴，肆意造谣诋毁，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口业付出代价。世间是轮回的，你向外输出什么，命运就会回应你什么。你恶语伤害他人，最终都是伤人3分，自损7成，折磨了自己。言谈悦人心，是为最吉祥。多说吉祥话，欢喜他人的心，也为自己积攒了福气。以上这5大特质，你身上有几种呢？欢迎在评论讨论。有缘人，当你走进寺院，潜心礼拜佛菩萨时，你可曾想过这位佛菩萨的精神是什么？佛菩萨无量无边，其精神也博大精深。01学习文殊菩萨智慧和善巧的精神。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，被冠以大智的尊号。由于他的智慧第一，辩才第一，所以被推为辅佐释迦牟尼弘扬佛法的上首菩萨。在大乘佛教中，文殊菩萨的法门以善巧为特色，应机开始宣扬佛法，注重第一义谛，与众不同。我们拜文殊菩萨，应学习他的大智。如果能把这种智慧和善巧应用到平常生活中，必能从善如流，理智行事，为人处事也能自利利他，权宜得当。02学习普贤菩萨应用和实践精神。普贤菩萨是理德和大行愿的象征，象征真理。他是佛菩萨中的实践派，代表知行合一，以智导行，以行正智，解行并进。普贤菩萨发10大行愿，要为弘扬佛法而尽力。此10大愿为一切菩萨行愿之标志，一切众生依此行愿而圆成佛道，一切诸佛依此行愿而教化众生。我们拜普贤菩萨，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实践精神，要把孝敬、慈悲、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做到知行合一，解行相应。03学习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。观音菩萨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，大慈大悲，普救人间疾苦。当人们遇到灾难时，只要念其名号，菩萨便闻声前来救度，所以称观世音。观音菩萨表示大慈大悲，慈是使他人快乐，悲是帮助他人解脱烦恼和痛苦。慈悲一切，怜悯一切，救护一切众生，就是大慈大悲。我们拜观世音菩萨，除了寻求他的佑护，还要以菩萨为榜样，常养自己的慈悲心，
帮助他人，利益他人，造福社会。04学习地藏菩萨的大愿精神。地藏菩萨又称地藏王菩萨，因其安忍不动，犹如大地，静虑深密，犹如密藏，故名地藏。佛典载，地藏菩萨在过去世中曾经几度救出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，并在久远劫以来就不断发愿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，尤其是地狱众生。我们拜地藏菩萨，就是要学习他的知因识果，孝敬父母，止恶向善，离苦得乐的精神，实行佛教广义孝道，由救拔自己父母堕落恶道之苦，推及他人父母，再及师友，乃至一切众生。去寺庙拜佛菩萨时，不只是为了求佛菩萨保佑，更要向佛菩萨学习，要以他们的精神作为修行的指导，依照他们的言传身教去实践，自利利他，做一个有慈悲有智慧的人。很多信佛人在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情或有所希求时，就会到寺院向佛菩萨许愿，求佛菩萨加持庇佑，帮助自己解决问题，如求财、求子、求姻缘、求事业、求平安、求健康长寿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但是怎样许愿才更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呢？谈到许愿，其实与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有关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不断与中国本土信仰相融合，一般的民众并不完全了解佛菩萨是什么，佛法讲的是什么，而是将佛菩萨当成神灵来信仰，来祈求，就有了向佛菩萨许愿、还愿之事。在佛教中，鬼神也是众生之一，也会有种种贪欲习气，就像一般人求人办事一样，事情办好了，要带着礼物去答谢，不然神明可能会不高兴。所以很多人就许诺一旦愿望成真，就修庙、造像等等，来还愿报答佛菩萨。但其实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发愿救度一切众生，又岂会是凡夫心所理解的那样狭隘呢？因此我们需要明白，无论有没有还愿，佛菩萨都在加持庇佑着我们。佛菩萨的法身清净广大，周遍十方法界，无处不在。佛菩萨一直在我们身边，只是凡夫的烦恼心与佛菩萨的清净法身不相应，就如电波不在一个波段上，所以即使佛在眼前，我们也见不到。而诸佛菩萨为利益圆满众生，发无量的清净大愿，但凡众生有一丝善心，一点正念，佛菩萨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加持庇佑我们，救助我们。甚至在我们因为烦恼习气，起种种恶念，做种种恶业时，佛菩萨也在以不同的因缘身份加持我们，以免我们继续作恶。大师指菩萨念佛圆通章云：十方如来怜念众生，
如母一子，若子陶氏，虽亦何谓？不管我们有没有许愿，十方诸佛都不曾放弃我们，就像母亲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只是很多时候，孩子不想母亲，不肯听母亲的话，佛菩萨的加持我们感应不到而已。其实在佛教中，发愿一词更为常见，其指向也比掺杂了民间信仰的许愿更加明确，用途也更为广泛。发愿是我想要去做什么，许愿则是我想要得到什么结果。前者是在因上而言，后者是求果相。许愿是把希望寄托于神秘的外力保佑，而发愿是策发自己内心的力量，在这个愿力的引导下去实践，靠自己的努力。佛法不讲许愿，而是倡导发愿。过去诸佛菩萨在出发心时都有发愿，并且贯穿修行始终直至成佛，如阿弥陀佛48大愿等，且有不少发愿文流传于世，如移山发愿文等。然而许愿为何有些灵，有些不灵？既然佛菩萨一直在加持众生，同样是愿，为什么我们所许的愿有的实现了，有的却没有呢？其实所谓许愿，就是于生活中有所求，我们所求的要切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要符合因果规律，不能凭空祈求。比如每年高考之前，一些家长会求佛菩萨加持，孩子能考得好，考上重点大学，或者考多少分以上等等。但如果这个孩子正常发挥，也就考200多分，我们向佛菩萨许愿让孩子考到600多分，这个愿通常是不会实现的。还愿建再大的寺院都没有用，因为世间之事需要因缘条件具备才能做成，佛菩萨并不能帮我们违背因果规律。此外，许的是不善的愿，比如希望竞争对手倒霉，自己通过违法的手段获得钱财、地位等等，这些是不会实现的。这些不善愿带来的都是恶业，是让我们受苦的因。佛菩萨怜悯一切众生，要度众生离苦得乐，怎么可能帮众生造恶业？佛菩萨于众生无所求，我们许的愿实现也好，未实现也好，都是佛菩萨观众生得度因缘，在随缘化度众生。所有的目的，或培植善根，或积累福德善缘，都是为了让众生更好地悟入佛道，修行解脱。那怎样才更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呢？总的来讲，发善的与佛菩萨清净心相应的愿求会容易实现，更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反之，不善的愿求佛菩萨不会加持，并且这个愿求不能违背因果规律。如果想要许愿更快的实现，自己也要多做善行、善业，有善因善缘，才会有善果。佛菩萨的加持是助缘，并不是像交易一样，
佛菩萨给我们想要的，我们再还愿给佛菩萨什么好处？在佛教中，许愿不如发愿，行愿依教奉行，才最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为了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常常选择将佛像随身佩戴。然而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佩戴佛像开始流行。那么，佛教经典中有佩戴佛像的说法吗？真的是男戴观音，女戴佛吗？佩戴佛像到底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后果？接下来的影片非常重要，各位有缘之人可要看仔细了。首先，不论是玉制的还是其他任何材质制成的佛菩萨像的徽章、吊坠、挂件乃至项链、手环之类，莫学在此恳切劝诫，千万不可戴在身上。原因为何？请往下看。佛像是佛法的象征之一，具有表法的功用和神圣的属性。宗教的神圣性需要具体的象征物来体现。佛菩萨是人天导师，是众生出离生死苦海、解脱苦难的医护。佛菩萨作为我们恭敬、礼拜、学习的对象，是我们的目标、榜样和追求。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像，就能时刻记得要学习佛的慈悲，心目佛的庄严，开显佛的智慧。但是我们把佛像戴在身上，不论是为了好看，还是为了获得保佑，都是极大的不恭敬。试想，神圣的佛像怎么可以成为装饰物？我们最崇敬的人天导师怎么可以成为贴身保镖？有人可能会说，哪有那么严重？佛像就是佛像。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对佛法要义缺乏了解。要知道，佛有法、宝、化三身，佛像本来就是佛的应化身之一。试问，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父母当作装饰或者摆设？会不会把父母当作自己的家丁或保镖？道理不言自明。事实上，佩戴佛像不仅在佛教经典中找不到一处记载，其实佛门高僧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痛陈其弊。以下引用近代高僧印光大师的话，请大家仔细阅读，从中不但可以知道为何不能佩戴佛像，也可以知道佩戴佛像何时流行，由谁诏使。前3日接到齐录指归2本，见后付之徽章，颇不畏然。民国2年，编著1913年，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做佛诞纪念会，以释迦佛像为徽章，光觉不知其事，是后道阶来普陀，宋光义徽章，光痛斥其亵渎，至12年，编著1923年，仍复如是。上海一访而行之，仅居士一访而行之，作俑之罪，始于道阶，道阶上能讲经，而于恭敬尊重完全不讲，亦可叹也。彼会中所来之一切人员，
各须身佩一徽章，若佩之拜佛，亦不合宜；佩之拜人，则彼此折服。然现在由道皆提倡，以成通规，光亦知此事不易收拾，然以居士过爱，不能不为一说耳。所引即为印光法师文钞3编卷2富屋重阴居士书，在录一代大德李炳南老居士的开示。现今之善男信女及在家居士，多以玉制或金银等佛像、观音像挂件为护身符，不仅不戴在衣服外，还紧贴皮肤，入厕不摘，洗澡也不摘，亵渎之罪绝非浅浅，还妄想以此直服消灾，岂有如愿之理？更有传言所谓男戴观音女戴佛之说，印光大师乃大士指菩萨化身，于此弊端之始就即陈其过。鉴于此流弊之泛滥，特录大士之法语示众，唯愿大众悉服，莫遭罪业。所引即为印祖富屋重阴居士书。由此我们知道，佩戴佛像不但不能直服消灾，反而亵渎之罪严重，更是消损我们的福报。所以无论如何请都不要佩戴佛像。那有人会说，不是说有什么本命佛吗？佩戴自己的本命佛是不是就可以呢？12生肖是中国民俗，何来与佛法结成什么本命佛？本命佛之说才是商家杜撰，是想以解脱一切众生苦难为己人的佛菩萨，会专门照顾哪一个群体吗？要知道，佛经中多处提到礼敬佛菩萨像，念佛念菩萨能消罪业，保平安，从未提佩戴佛像。有很多人说，如果能以恭敬的心佩戴是可以的。请问你当着尊敬人的面，好意思脱了裤子上厕所吗？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说心里恭敬，却连面上的恭敬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心中恭敬？更有甚者，胡言什么我布着香，我不注重形式，我心中有佛就好，还引用《金刚经》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来为自己的所谓不注重形式做主角。你的境界到了吗？学佛有次第，我们过了河到达了对岸，当然要扔掉船和蒋轻装上路，开始新的历程。但是你到对岸了吗？还没过河就要把船和桨都扔了吗？所以说末法时期这种愚痴狂会真的是到处都是，对于这种说法实在不足语语，说了人家也听不进去，徒增争论。印光大师曾说，佛法从恭敬中求，1分恭敬的1份利益，10分恭敬的10分利益，不可佩戴佛像。一来免得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因亵渎而造业，二来可以避免消损身处末法时代的我们本就不多的福报。高僧大德们的教诲实在是为了我们好啊。但是也可能有的同修会说，那现在我知道了佛像不能佩戴，
但是我确实很想获得护佑保平安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佩戴的呢？当然有，印祖也早就说过，护身符可以用南无阿弥陀佛6字名号的佛牌或楞严咒挂件，有楞严经做依据，万物用佛菩萨像，所以佩戴佛教经咒是可以的，而且是有经典依据，就是佛亲自说过的。那么就是不但可以佩戴，还有真正的护佑平安的功用。因此楞严咒南无阿弥陀佛6字名号，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、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等等都是可以的。尤其南无阿弥陀佛6字洪名是万咒之王，其中所蕴含的无量无边功德与无穷威神之力，是我们凡夫远远不能想象的。佛像是木石所造，人心却不是木石，把它当作木头，它就是木头；当作佛像，它就代表着无上的悲智。建造寺庙、塑立佛像、供养宝藏等，都是历代大护法、大居士之力，用以表达内心的信仰。国外最好的东西都用来建造教堂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庄严的环境中，人们内心的虔诚容易被引发，对佛像应该当作佛来看待，恭敬尊重，断除种种不敬。种种不敬包括对佛像的好丑妄加评论，将佛像当作装饰物，至于不敬之处进行买卖等。对法亦应如是发起恭敬，因为法是帮助我们解脱生死的车程，佛法从恭敬中求，一分恭敬一分受益。佛教没有本命佛的说法，佛像也不是护身符、转运符、吉祥物。好好恭敬三宝，断恶修善，才能趋吉避凶。真正的修行人不会贪图外在的资财，却有一些不懂得佛法的人借佛敛财，不懂得真正的宝藏在自己内心。修行是修内心，不是修外境。佛像也是为了启发我们的内心，譬如一张照片，它只是一张纸片，但若照片中有自己的亲人，一见到内心就会升起亲切温暖的感觉。无论男女，都不应把佛像当作饰物或护身符佩戴。佛像的作用是让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像而产生对佛陀的恭敬、尊重、信仰与效学之心。佛菩萨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师长、榜样，依法而行才是真正的皈依。佛像宜虔诚恭敬供奉，不要随意带在身上。关键是什么表现算足够虔诚呢？如果行为上做不到，那就只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而已。若行为处事都意念三宝，谨慎因果，战兢惕厉，如履薄冰，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净守佛缘，心向慈悲。愿你在喧气尘世中寻一方宁静，感悟佛法智慧，
让佛缘照亮人生前行之路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